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前往山海确定上映，诚意是否会独自承担责任？意外又遇新难题。今年的暑假已经结束啦，刚开始暑期档的时候，网上还传过消息，说傅山海要跟《凡人修仙传》正面较量呢。不过《凡人修仙传》早就结局啦，而傅山海一直还没播，大家都在盼他上线的时候，网友们发现傅山海的云包场已经出现，看来这剧很有可能在5日开播了。傅山海是诚意主演的一部武侠剧，提到爆火的武侠剧，大家脑海里第一反应总会是《莲花楼》。这部剧刚播出的那会儿，由于是武侠题材，有不少网友没怎么关注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它竟然成了黑马剧，靠着不被看好逆袭，成功以小博大。《莲花楼》在豆瓣上的评分人数超过80万，得分是8.5分，这也是当年逃破万后唯一举办庆功宴的武侠剧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主演竟然还举办了演唱会，相关联名也多得数不过来。因为《莲花楼》的火爆，大家都非常期待诚意接下来主演的武侠新剧《傅山海》。《傅山海》讲的就是一个热爱武侠小说，但现实生活把他的棱角都抹掉了的咸鱼萧明明。穿书以后，他用男主角萧秋水的身份在武侠世界里闯荡。起初，他的武功不算厉害，但逐渐成长为重情重义的剑客，最终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大侠。在大家翘首以盼、盼星星盼月亮的日子里，傅山海终于传出要定档的消息，网友们都摩拳擦掌，盼着5日的到来。诚意的粉丝更是开始纷纷宣传。不过，一看到网上的相关消息，有些网友却觉得有点怪怪的，觉得不对劲。他们注意到傅山海的宣传通告里，满屏都是诚意的身影，而古力娜扎似乎像隐身一样，毫无踪影。傅山海这部剧可是大男主的戏份不少，不过古力娜扎饰演的萧雪瑜角色也挺重要的呀。传出要定档的消息之后，似乎她的存在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，让人觉得有点奇怪。要说原因，可能跟宣传的侧重点有关吧。粉丝们一看到宣传海报，满屏都是诚意的脸，娜扎的身影反而被淡化了。这种布局可能是为了突出男主，但也难免让人觉得他的戏份被藏起来了。这部剧一开机就自带不少关注和热度，尤其是大家都在盯着，主要原因嘛，就是诚意主演的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网友都是冲着诚意来的，期待着这部剧的正式上线。在这种以大男主为核心的剧情里，女主角由谁来演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。要是请个有流量的小花，那肯定会给剧添点火苗，但要是女主名气不大，也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热度。古力娜扎刚刚出道那会儿，算是当红的小花，挺受关注的。不过后来在拍电视剧的时候，她的表现并没有特别出彩。也就是说，尽管在不少剧里都担任女1号，但实际上多数情况下她都只是2番女主的位置，不像一开始那么火热。除了傅山海之外，古力娜扎手里还握着一部待播的剧《玉明茶谷》。从于正那边传来的消息来看，娜扎妹子有希望借这部剧再次迎来一波热度。要是傅山海提前爆火，那古力娜扎肯定能共享一部分由剧火带来的红利，算是双赢的局面。目前傅山海在2个平台的预约总量已经达到了980万加，快要突破1000万了。看这个数字，能明显感觉到网友们对这部剧是真的期待的不得了。到2025年，诚意就支出了一部生前这部剧还是几年前拍的，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带来什么新作品。要是真的能在5日播出这部剧的话，凭着粉丝们的努力，预估这部剧的热度肯定特别高，表现会很惊艳。傅山海即将定档，
诚意能否独自扛下热度？古力娜扎存在感意外引发热议。随着暑期档的落幕，观众们对于新一波剧集的关注度依然不减。就在大家还在讨论哪些剧能延续热度的时候，诚意主演的武侠新剧《富山海》传出即将上线的消息。这部作品在拍摄之初就因为诚意的加盟而备受瞩目，如今终于要和观众见面，自然引发了大量讨论。其实《富山海》在宣传初期就有不少话题。此前曾有传闻说他会和《凡人修仙传》正面交锋，但事实证明《凡人修仙传》早早收官，而《富山海》一直未播。如今，随着云包场宣传的出现，5日定档的消息几乎可以确定，让不少剧粉和诚意粉丝都兴奋不已。莲花楼余热未散，诚意再战武侠。提到诚意，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莲花楼。这部剧从小众武侠题材逆袭为现象级作品，不仅收获了豆瓣 8.5 的高分，更让诚意彻底奠定了在武侠领域的代表地位。作为主演，他凭借李莲花一角收获了口碑与人气双丰收，相关的演唱会、衍生活动更是层出不穷。可以说，莲花楼的成功给了观众极高的期待值，也让富山海自带热度。富山海的剧情设定颇具新意，讲述了一个普通人萧明明穿书成为武侠世界中的萧秋水，从平凡小角色一步步成长为大侠的故事。这样的设定既有成长线，又有热血感，十分符合当下年轻观众的口味。男主角一路成长，守护家国的过程，很容易激发观众的代入感。宣传重诚意，鼓励娜扎被隐身。不过，在大家满心期待的同时，富山海的宣传方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不少网友发现，近期曝光的物料几乎全部围绕诚意展开，古力娜扎饰演的女主角萧雪瑜反而存在感极低。要知道，虽然这是一部大男主剧，但萧雪瑜在故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这种男主满屏、女主缺席的宣传模式，让部分网友觉得有些奇怪。有人认为，这或许是平台和制作方刻意的选择，毕竟大部分观众确实是冲着诚意来的。相比之下，古力娜扎近几年在影视剧中的表现不算突出，话题度也不及以往，因此宣传资源更集中在诚意身上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换个角度看，女主角的淡化也可能带来潜在问题。一方面，剧集整体宣传过于单一，容易让观众忽略剧情中的情感线与群像关系；另一方面，如果娜扎的表现超过预期，她的粉丝也可能对这种冷处理心生不满。娜扎能否借剧翻身？古力娜扎出道之初，凭借美貌和话题度一度被称为小花旦。然而，近几年她在影视作品中的口碑始终不算稳定，尽管资源不断，但始终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。这次在《富山海》中担任女主角，本应是她再度证明演技和人气的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手里还有一部待播作品《玉明茶谷》。如果两部剧能够前后接力播出，并且质量都在线，那么娜扎确实有可能借势迎来新的高光期。而如果《富山海》成功爆火，她自然也能分享剧集热度，获得额外红利。诚意能否独自扛起全剧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《富山海》的宣传完全是诚意一肩挑。这既是一种资源的倾斜，也是压力的集中。毕竟莲花楼的成功已经让观众对它产生极高期待，如果新剧稍有不如意，诚意难免要承担大部分口碑压力。尤其是到了2025年，诚意只有一部存货剧身前播出，而那还是几年前拍摄的作品。换句话说，《富山海》几乎是他这一年里唯一的新鲜内容。对于粉丝而言，这部剧不仅是追星的期待，更像是检验偶像实力的试金石。
从目前的预约数据来看，富山海在2个平台的预约总量已经接近1000万，这足以说明观众对它的期待值极高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剧集一旦播出，剧情节奏、角色塑造、特效布景等各方面都会被拿来和莲花楼比较，甚至放大审视。富山海能否再次成为黑马，目前尚未可知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程毅已经成为当下武侠题材的代言人，他的加入就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。古力娜扎能否凭借角色找回热度，也是值得关注的一大悬念。在观众越来越挑剔的当下，一部剧的成功既需要演员的演绎，也需要剧情和制作的支撑。富山海想要复制莲花楼的奇迹并不容易，但如果故事扎实，节奏得当，凭借诚意的粉丝号召力和观众的期待，这部剧依然有机会再掀一波武侠热潮。